爱情保卫战》，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于波鸿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徐伟老师，欢迎；相声演员曹鹤阳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莎娜老师，欢迎。接下来的时间呢，就让我们一起分享几位老师的人生智慧，看看他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。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们俩结婚10多年，从2口之家，再到一家3口，到现在的一家4口。他一直不在家，我们长期分居两地。我从工作以来基本就在上海，现在他和孩子在成都生活，我在上海赚钱，这样也挺好的。现在我的要求很简单，他需要回来生活工作，孩子不能没有爸爸，这个家庭不能再过不完整的生活了。我很为难，我所有的资源都在上海，回到成都就要从头再来，我也希望他能理解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曹先生40岁，来自四川，职员，有请。刘女士35岁，来自四川，职员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结婚多少年13年了。认识呢？15年了。15年了。有娃了没有？2个。老大多大？老二多大？老大10岁，老二4岁。老大是儿子，老二是女儿。一儿一女。幸福吧？幸福。但是好像这个通过小片也知道，两位的这个在婚姻当中叫聚少离多，对吧？是。来给我们讲讲这15年是怎么个聚少离多的？因为什么？从认识到现在，我们基本上都是分开的状态，就长期两地分居。我觉得他要一直不回家，他一直不回家。我觉得再这样子，我觉得我们家都不需要他了。这15年都这样吗？从我们谈朋友就相处了几个月，然后再到结婚领证生大宝2宝，然后一直都这样的。生孩子就是再回来待了几天就走了。他说他要赚钱，他要走了。怎么认识的？我们是朋友介绍认识的嘛，然后就是互联网沟通联系嘛，然后又在上海去待了几个月，我去待了几个月，然后您在哪儿？您生活在哪儿？成都。先生生活在上海。对。您去工作。您去上海跟他谈的恋爱。对。等于在结婚之前，双方都知道不在一个城市工作。不在。那结婚的时候没商量吗？说我们结婚之后应该怎么办？他说他过2年，结婚有孩子了，过2年就回来了嘛。然后到现在就是一直都不回来。15年。对。为啥？大致就是因为我的工作一直是在上海，一下子没办法丢开工作，去另外一个城市直接从头开始发展。所以这15年你们就一直这样。一直这样。1年相聚多长时间？牛郎织女2、3次。春节肯定回家吧？就5·1嘛，长假嘛，5·1国庆、春节嘛。国家要不给3个长假期，你们还见不了面？不见面，各忙各的。就是可能名义上嘛，还是2口子嘛，对吧？还是有证的嘛，合法的。那靠什么维系感情呢？手机啊。那孩子呢？孩子基本上都我在带呀，我要带孩子，要上班，也要工作嘛。所以孩子应该跟他感情不是没感情。你说这话挺扎心的，就是他说的全硬邦邦的回应啊，这个在我想来就会很陌生，对不对？他到家里面，我觉得你要适应，是不是？我要适应几天，就是2个人回家的时候，可能睡觉都是，特别刚开始那2天哈，都是他回来睡这里，然后我睡那边，就是2个床是这样的，一人睡一边，没办法。等能睡到一张床上的时候，又是分别的时候。差不多。这15年里，你们就没有想过说让他从成都到上海吗？有想过，中途的时候，大概小孩1、2岁的时候，有去上海待过大概1年的时间，然后他父母跟着去嘛，然后水土也不是太服，风也比较大，就不是特别习惯。后来的话，他们就又回成都了，这样子。只有3个月好吗？哪有1年？这都待不下去吗？我们当时就想的，哎呀，孩子都生了嘛，一家人还是要在一起比较好一点。然后我们就过去了，可能长期没有生活在一起嘛，他也各种挑我们的刺，然后我爸妈也不习惯，因为那边天气也比较干燥，然后又一个人都不认识，
然后我爸妈就说要回去，正好那时候孩子要做一个小手术，然后上海预约手术都要预约到1年以后，然后我们就说算了就回去了，就等孩子做完手术，到时候再商量看怎么弄嘛。然后就回去了，一直这就算曾经有过一次一家人要团聚的这么一个动作。对，就后来还有吗？没有了。他们没动作，你应该有动作呀。中途我也有试着回来，就是在假期的时候就试着在这边找一些机会机遇，然后做一些事情。因为如果单纯的只是上班的话，可能对整个家庭的一个收入极限的下滑，可能无法支撑。所以我中途也有一些尝试，但短暂的尝试是不值得他的一个经验积累的，所以可能后来又回去了。那您是在上海做买卖还是给人打工啊？我是做买卖。对，我们是软件开发、软件销售这块儿，上海机会更多。对。那你现在到底是一个企业的这个创始人呢，还是合伙人，还是就是一个高级管理人？我是创始人。其实我除了肩负家庭的责任，还有整个公司的命运、整个公司的责任、整个产品线的责任。那你现在公司在一个什么阶段啊？我们现在公司就是开发了医院订餐系统、智慧食堂，然后上线了全国很多家医院，也比较稳定的运行。我是一定要坚持有一些积累以后，然后这样回到四川，回到成都，那这样子可能对整个家人的一个照顾，可能也就慢慢就起来了。因为生意这种东西是确实是要人脉以及不断的积累。那你现在更放不下去了，对吧？现在。所以他不愿意回家。是因为已经40岁了嘛，从零开始发展，可能真的是要一个时间段。这是借口吧，老师？这个是不是借口我就不知道了。我觉得成都那么多人的话，我觉得我们成都也属于大都市嘛。我觉得我身边很多高薪人士，怎么就不能生活了嘞？我其实很不明白，知道吗？这个中途有没有想过说算了，这日子我不过，我们分开吧？想过啊。提过吗？提过啊。几回？好几回吧。在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提的？就有事情的时候，比如说孩子生病的时候，然后爸妈也生病的时候，就是做什么都是我一个人。生病我一个人抱着孩子，有时候还牵着，因为老大也不舒服嘛。自己打车去医院，然后输液干什么，真的没有一个人帮着。就是特别像一个标准的单亲妈妈，对吧？对。父母跟你住在一起吗？在一起，但是我爸妈也身体不好。那实际上面等于这个出嫁的女儿没嫁出去，是吧？可以这样理解。就是一直跟爸妈生活在一起，然后你们3个人，这个原生家庭又照顾了2个小宝宝。对。这个男人是完全在外面的。你想，我当时我生2跑的时候，他就待了几天又走了嘛。我们养孩子养那么大。小时候还好一点，现在长大了很叛逆的，就是做什么东西都跟我对着干，然后我也要工作，我也要忙。我们小时候辅导作业，孩子很小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我一边在弄作业，一边抱着喂着要喂奶嘛，边喂奶然后边交作业，有时候陪到11、12点，晚上孩子吵夜，通宵不睡觉，然后我白天也要处理工作，很多的事情，学校一招我得去。孩子一叫我得去，公司一叫我也得去，客户一叫我也得去，什么都要做。我太难了。我太难了，我真的太难了。我觉得我还是需要，我是有老公的人，我觉得我需要老公来共同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。你在上海实际就是一个单身汉啊。很自由啊，自由得很。是吧？因为在上海这边生活节奏还是比较快的，其实我们从早到晚可能都是比较忙于工作，除了工作还有一些应酬，这些时间基本上占了一大部分。所以对你来说，其实你是一个未婚人士，就是你的生活状态是个未婚人士，因为你不需要尽家庭责任，对吧？主持人总结的真好，真好，是吧？其实就是想积累多一点，以后回成都，这样生活条件大家都会好一点，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子，就是可能还是压力挺大的。现在其实我们压力还是非常的大。不是，那你不是已经15年了吗？那你还要积累几个15年呢？之前预定的计划，18年、19年就要回去。啊，那为什么耽误了呢？18年、19年的时候，那时候可能是生意也比较好，然后就一直就没有走。等到20年的时候，持续亏损挺多，
然后就一直没有回去。其实我最近也是一直在想，是不是能借这个机会回成都打开人脉，做相应的一些事情。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嫁给了一个创业者，我这么理解对吧？他是用15年时间在创业，对，你是守了15年创业，结果创业其实就是他不顺利嘛。我这么说吧，让他什么都不要了，只要这个人回来，你还能接受？能。我觉得我也能赚钱。你肯定不愿意是吧？但是又遇到个很现实的问题，我们现在压力非常大，一个月可能10几个 W 的开销，没办法。是家还是公司？家加公司一起，所以所有一起，至少有这个开销。这15年，他这个经济是怎么运作的？你们家？他在供房贷那些嘛，然后家里也给生活费嘛，就这样。那这15年来，你先生到底给家里交了多少钱？1年几万块钱吧。也就是说，一个月只有几千块钱的家用，对吧？对。除了贷款以外嘛？除了贷款以外，因为有房贷嘛。在成都买的房？对。买了好多套？没有吧？2套。2套，房贷多少钱？1万多块钱吧。一个月1万，就是一个月大概不到2万块钱的家用，或者2万块钱的家用，是这么个意思吧？对。那你这15年就没有那种担心吗？因为我觉得一般的女性会有担心啊，我先生是不是在外面有什么了？你看他。曾经也有过担心吧，然后其实想了孩子嘛，就觉得再说最开始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也是想着他人不坏嘛，其实人挺好的，过日子挺适合的。他是那种挣1000块钱可以给你999的那种男的，我觉得挺适合结婚过日子的啊。我觉得人啊，真是15年全都给了事业了，叫一塌糊涂。但是这15年反而什么都没付出的，他都得到了。你看，15年对家是没有付出的。对啊，老婆有了，孩子有了，一儿一女，至少到今天，妻子对他还有深深的感情。人生好怪啊，花了那么多的精力，到头来可能是一场空，什么都没有付出，就因为一个女人一开始痴的爱，然后你就什么都得到了。你没觉得你其实应该挺幸福的吗，兄弟？是，我觉得非常的幸福。是不是应该有很多人特羡慕你？是的，朋友有经常在讲你们2地分居，然后你老婆也一直对你这么好，你真的家庭特别幸福，像你特别幸福，特别羡慕。对，我很多朋友也这样说，然后我也深刻的有体会到这方面，因为他是持之以恒对我的一个信任。还有一个问题想问，他40岁了，对吧？啊。回去之后，也许他那个就是打不开局面，就是不行。他能干什么？你替他想过吗？想过啊，我觉得他其实能力很强的呀，他不论是谈判能力、销售能力，然后客户的交际能力，他都很强啊，他有什么不行的？他的几个回答，我就知道为什么这15年他坚持过来了。对于这个男人在事业上，他是充满自信的，他是发现我找了一个很能干的老公。你看他那个就是非常笃定的说，他这也行那也行，这也行那也行。在人品上他又非常的笃定，这是一个会过日子的男人。要不然人家能坚持15年，这些评判的标准都没变吧？没有。那么现在为什么一定就非要让他回去呢？我觉得这么多年了，每次孩子问我要爸爸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只能开手机。别人问我你老公呢？我说老公在上海。确实，我觉得他这一次要真的再不愿意回家，我觉得是我们家不需要他。最后通牒对吧？对。回吧，回吧，回吧。扔不下。你看他什么态度？其实说白了就是这样嘛。在外面还养了个娃嘛，他创业公司就是他的娃嘛，那才是他的亲娃嘛，那是跟他一起成长起来的娃嘛。这俩娃是生理意义上的孩子，那个才是亲娃。我说你认不认？对。最后我要问一个问题：如果今天他不妥协，不回去，离不离？离。如果他今天妥协了，在现实生活里确实又没有妥协，离不离？我觉得我们就没有过下去的意义了。好。我今天是来最后努力一下，因为我们中途也有争吵，然后也有想让他回家，因为我爸妈身体确实也不好，年龄大了，之前我妈
住院的时候就生病了嘛，然后说让他妈来带一下，他妈带了几天就走了，然后说我还有一家人，你自己的孩子你自己带。我自己妈妈生病，我都没办法去医院，因为我要照顾孩子嘛，我不可能把两个孩子还小，不能丢家里，然后又那个，我爸生活都不能自理，然后一个家我觉得都靠我一个人，全程我们的，比如说照顾父母、照顾孩子，他都没在，就不要说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，他唯一的责任就是钱，对吧？就房贷嘛，跟家用嘛。家用其实说白了，生活费我们都能赚，对吧？在成都又不是说就生活不下去了，那么多人怎么过的？理解。我觉得孩子需要爸爸，你已经缺失了大宝10年的光阴，二宝都4岁了，是不是打算还缺？真的还缺失10年、20年的父爱都没有的。哎，我就给你一个。我全程我都觉得我感觉我阐述不下去。我跟你说，我听他讲，我替他心酸。就你几个场景，你只要往眼前一放，你看啊，大儿子10岁，姑娘4岁，儿子6岁的时候，妹妹来了，还得吃母乳。这边抱着小的喂着奶，这边看着儿子写作业，你就想那个场景多煎熬。他想不到那个场景，不是你要想那个场景，因为他没见过。然后你要知道，第2天早上，老大要去上学了，应该爸爸去把老大送到学校了。这个时候，妈妈晚上为了奶离夜的孩子要没有，妈妈还得又起来，你就想那些场景，你就想一个女人怎么熬的。所以。今天是你人生的一个选择题嘛，真的有点像选择题，是养你那个事业上的亲儿子，还是养你生理意义上的，或者叫生物学意义上的现在2个孩子？因为我听你讲完之后，我觉得这个确实这2个孩子，你也就是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，尽责尽得太少。行吧，老师们看看怎么办呗？你们得帮着劝，这事儿真的很难。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这是我见过最典型的丧偶式婚姻。刚才妻子说，你们是牛郎织女，可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，它只是发生在神话世界里的。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您作为一个男人，扪心自问，有几个妻子受得了？我先告诉你，女人的耐心和承受力都是有限的。一个妻子15年，含辛茹苦带大2个孩子，还要工作，孤身在成都，作为丈夫于心何忍？当然您会说，我是为了生计，为了这个家我才远离家人。您刚才讲了，生意好的时候你不想回去，现在生意不好的时候你又不想回去，即使生意不好的时候更是可以回去吗？换一个战场重新起步吗？上海的人脉，上海的经验难道不可以带回成都吗？我虽然没有做过生意，旁边坐着公司的高管，我不说了，接下来您听听一个公司的高管他怎么说。徐总，你之所以让他回来，你想证明你对他失去的信任还存在，你不需要他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他回来未必有你想象那么好。哎，你们现在没有矛盾，回来可能就有矛盾了，是大概率，一定会有矛盾的。你现在就是拼尽了最后一根稻草，最后一根稻草是谁？对，是你父母。你消耗了所有的人，但是我认为你咬住牙关，你能挺过来，你不会失败的。他扔那点钱算什么？刚才一算，也就几千块钱嘛，算上房贷1万多一点儿，我卖一套房子不就可以了吗？我也这样说的。对，你不需要他。接下来我要问你了，直视我，你压根就不想回来。想回来，想回来最好时机是你混不下去了。你在那儿混不下去，为什么不能回到成都呢？都混不下去，为什么不能选择回到家人的身边呢？因为你不想，你过毒了，你把这关系
之所以维持15年，2个要素缺一不可。第一，他付出的沉没成本是越来越多，搭上自己所有，他断不了。第二，你享受，你看周围人，你看我没付出，我什么都有，你享受你的自由的状态，享受你不劳而获的这种状态。你现在那家公司的股权是谁的？他有一部分，他有多少？40%，那60%全转给他，能做到吗？没有问题。签个协议可以吗？可以。股权转让协议，这家公司未来就是他的，对吗？可以。你答应这件事情了是吧？嗯。这是能够捡起这15年失去的信任最有力的一个证明。你要做到，然后重新去追他。之前这3个月怎么捕获一个女人心的？怎么能让通过3个月的时间能够让一个女人信你15年？你就过去追她，否则现在就会跟你离婚。听懂没有？听懂了。就这样去做。谢谢曲总。曹老师啊，我理性的说一下我的想法。都理性了。对，理性说，因为其实刚才我听着听着，我也挺愤怒的。是。对，男人忙事业是很正常的。但是我就说几个点啊，我觉得几个点。当你答应回成都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应该开始着手去准备回成都的事儿？但是我听来听去，你好像从来没有准备过，开始接触成都本地的朋友或者怎么，让你的渠道打开啊。如果你要有这种表现，我觉得女方也不会对你挑这么多理。就是你肯定是没有做好这一点。有做了一些准备，然后也在搭建成都的一些未来要做的事情的一些但是要多长时间呢？你看，你说已经有一些准备，已经开始搭建了，但是15年，咱先把15年去掉，你已经把人家逼到只能在这种情况下，去问你到底可不可以继续走下去了。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。留给你的时间，其实如果人家要是不包容你的话，其实你早就没有时间了。你想好了这个家。你怎么去面对？你别最后丢了西瓜捡个芝麻。唉，好，我说完了，谢谢曹老师，我不能再说了。夏大老师，上海到底有什么呀？去的时候，上海有梦想，上海有事业。一个男人在异地城市抛家弃子，留在这个城市打拼，告诉我是因为梦想，然后这个梦想实现是需要牺牲全家人作为代价。这个城市到底有什么呢？这个城市有自由，这个城市有潇洒，这个城市有他不用承担的责任，不用面对的家务，什么都不用。这个城市有他单身的状态，这个城市有他可以想怎么活怎么活的样子，这个城市还有他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，是不是要？
你要想清楚，跟你过去那个完全不一样。每天会有人在你耳边絮叨，每天会有让你调和的矛盾，哥哥和妹妹之间的，每天都会有孩子成长的烦恼，烦得你都心脏病要发作了。第二天醒来又开心的不得了，这都是你要面对的，你能面对吗？你面对得了吗？这可比你跟客户说我喝酒喝得不舒服要难得多，是不是曲总？我很少听你说哪个客户不好搞定，但是你儿子已经把你弄得就，对吧？自从你儿子，我看你们家老大进入到懂事一点的阶段，你的衰老就加速了啊！以前这个小伙，现在终于看出来了，是一个不太油腻的中年大叔啊，对吧？对，这我们看得出来的，我们看得出来的变化，你能不能接受？能接受。不用跟我说，你得跟你老婆说，妻子也是一样的，好不好？你真的能做到吗？你看，好吧，不要去问，用心去听就好。这1分钟的时间，我希望你能抓得住，说点心里话，掏点心窝子的话跟他说。该说对不起就是对不起，15年你欠债太多了，一招还还不清楚。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。从最开始认识的，在这个场合男出女不出。曲总，我觉得双出，女人最后一个希望寄托在咱们这个舞台上了，她一定要去。你觉得他是？就你觉得他是在挽救这个婚姻呢，还是说要抓住这个男人？我觉得他可能想证明自己没有付出错。我觉得他可能更多的是要给旁边人去看，你看我选的这个男人，对，是看我苦尽了，对，甘来了。郝老师啊，双出吧。好，这成年人的选择挺难的。我觉得他们俩顾及到家庭一系列，还是会一块儿。但是以我个人来说，如果男的不出，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反转很大的一个。沙大老师，我希望双不出。哎，我们俩的想法是一样的。算了吧。不，双不出并不代表算了吧。至少就是双方能够特别坦诚的承认，对，我们的情感没那么好啊。对，这是我的第一层。我第二层是真的希望算了吧。就没必要再敞开怀抱拥抱一个男人，他在外面那么多年了，你再回来，我就没必要了，换个人得了。不是你想多了，你想多了啊，也就充其量也就是个自由吧，也没干什么坏事儿，咱们往好里想，好吗？来，接下来看看他们自己作何选择，请开门。对吧？刚才因为川哥给了一个命题嘛，你说男的不出是什么意思？男的承认我对他没感情嘛？不是，我最后说吧，我说如果你们觉得已经没有感情了，你们也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作秀，你们的生活可以到下面去继续嘛。至少今天2个人非常坦率的说，这15年把我们的感情熬没了嘛，所以我觉得坦诚相见挺好的。行了，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就要开心着处，他总是各种扫兴，各种怨我们条件又不差，为什么要天天吵架呢？我们都离过婚，这个年龄耍个朋友很现实，就是要不要结婚。现在他各种的怀疑，脾气又暴，我不知道我能忍到什么时候。我觉得我们这个年龄领证不是必须的，在一起合适最重要。我希望他也这样想。我其实有件事情很感激他，所以还能忍受他的脾气。今天来这里就是想知道，我们还能不能继续在一起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陈先生62岁，来自四川，退休；女嘉宾杨女士61岁，来自四川，退休。有请2位，有请。欢迎2位哈。说你们现在的状态是，又想离开，又不想离开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是还是不是？
有点这样，就是是啊，您也是啊。是。两位谈恋爱谈了多久啊？从认识到谈恋爱？从认识大家在一起接近3年。应该不到3年，差2个半月。啊，差2个半月。哎呦，您真够较劲的了，就差2个半月，这四舍五入也入进去3年了，是吧？对。当时喜欢他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在一场聚会中嘛认识的，当时看到他穿得干干净净的，人也挺精神。我也是一个什么颜控嘛。哦，颜控啊。对，觉得他当时有点腼腆。哦，那您呢？因为我们一起聚会，他这个人比较大方，我确实比较腼腆。我当时一坐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就邀请我呀，说话呀，然后唱歌呀，这样我觉得挺好的。那后来怎么就好了呢？我们当时聚会下来以后的话，我们大家一起聚餐，替我盛汤，又帮我剥那个虾啊什么的。哎，我感觉这个男士啊，还有暖男的一面。后来我们就开始接触，来来往往的，大家就这样相处。在那个时间段呢，正好我又没什么工作可做，所以说我们相处的时间比较多，也就在一起了。在一起也就近3年了。哦，这个3年当中的话，朝夕相处，这个过程当中不缺烦恼，争吵。哎呦，所以说现在的话感到比较犹豫，我们这种状态的关系还要不要继续？那么继续还要不要我们去扯证、领证，还是分开？现在就是比较迷惑嘛。那咱们就说说吧。我是一个比较，怎么讲呢？因为之前在工作岗位里的话，还是比较显出一个女强人的份儿嘛。所以说在我们相处当中的话，可能有些时候体现出我的一种强势。那么对他来说的话，感觉他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。哦。我做什么事情，他都比较职责，比较挑剔，但是我又是个觉得我做事情是个比较我已经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了，你都还认为我有这不是那不是的，说实话心里也很起火。比如说什么事儿？就说拿一次我们就是做饭嘛，他喜欢比较晚上喝点小酒，然后我就跟他做那个小鱼，拿回来的话可能我们就要一般就是用锅里把它煎一煎还可以吃，但那天呢我就用了微波炉，我用微波炉端上去了，他就问我。他说你是煎的还是怎么弄的？我说微波炉打的，他马上就起火了。他说跟你讲的不要用微波炉用多了对身体不好，你就是不听。我这个100多斤我交给你，我放心吗？以后我得了什么病，我怎么死了我都不知道。然后就把脸垮下来了，筷子一放，哎呀，我说就一吃，没有什么大的问题，什么你都没有那么大的问题，这就是问题。然后他就喜欢扩展说。然后就说你其他的不是，你看那件事情你也是这样做，什么那件事也是，老是不听，跟你讲了无数遍。就是这个时候，您是担心自己的身体，还是担心别人害了您？我不是这样的，实际上我只是提醒他，我也没有别的意思。结果说我都用了，或者是怎么说的，就非常很生硬的回答我。我就有点为这个事，我说我没有其他的目的，无非就是说一下以后不用，少用而已了。这种事儿在生活里多吗？多，现在是经常发生。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老是不相信我，老是觉得他是不相信您，还是不相信所有的人？我觉得他是一切他都要怀疑，怀疑一切。对啊，我以前搞金融工作嘛，可能我们在有些问题上面的话，我的看法和他的看法不一样。您是搞金融工作的？对，是银行的还是银行的？啊，银行的。那么对他来说，他是法院的。他在法院待过，所以说的话，他对那个可能也要求的比较严谨，对吧？比如说，在他这个我来解释一下，买房子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现在这社会上卖房子人也比较多，买房子也比较多。是的。是啊，说买房子也有风险，就是卖房子也有风险。是。现在地产公司中介单位，他就拿个合同让你签了后边就是特别是网签合同，在上面一签字，下面出来无数个合同，你根本不知道。结果完了，有些时候就是其中有一个叫你担保合同，担保合同一般要跟第三方中介才要签字，这个时候你要非常警惕了。因为的话就是你要过桥，对吧？过桥的话都有一个担保公司来帮你做担保，不需要说这么细。不管是谁来做这个担保，但是这个
你的这个反担保是需要这样走一步的，你要签字他就不签。我说没问题。实际上最高法院他就说我要整他，如果我签了，我怎么，你还站在别人的角度啊？行，那我就想知道这个事儿最后怎么达成的共识吧。最后我就不签，然后我就用事实告诉他。他另外找一家担保公司，还是同样的做法，最后还是要签。我不是另外找一家中介，我另外找一家中介是直接把钱给我，我来付，我向这个担保公司付钱，而不是由他我成为被动方，由他去找担保，因为他可以犯任何一个错误。其实不是的，所以最高人民法院才说了允许现在的人买卖房子。这法律问题我们不讨论了。同样大体我已经弄明白了。就是同样的方式，他自己找到他放心，别人找到他不放心。对，在您的心里，您是认为说我向你推荐的，你没有采纳，你采纳的是你自己找的，你认为，对，他是不相信您。在您的心里，您说这跟谁推荐的没有关系，只是操作的流程不一样。对，我的手续更严谨，对吧？那听懂了，就是在生活里面非常的严谨的一个人。咱们这么理解行吧？他在生活当中的话，就是每一个人，他都要把他当做敌人一样的看待。不会这么哦。他总之就是很难相信一个人。那他信您吗？对我，他也表示怀疑。老师，我们在争吵当中，他甚至怀疑我是和他妈一伙来整他的。什么叫和他妈一伙来整他？是个什么意思？因为他和他妈妈有时候有些要争执嘛，对吧？有些时候我也要站在他母亲的角度说他嘛。他就说我很想找一个和我贴心的，没想到你也是我妈派来的。实际上我说这个事儿是这个样子，你是顺着我妈妈在说，顺着让他讨老他高兴。我并不是在责备你，就是我讨老人高兴，你不高兴嘛？是所以这个意思，说理解上有问题，所以说才造成这种争吵的。对，那您就说您觉得跟大姐是理解有误，对，大姐老不理解，总不在一条线上理解问题。比如说就很简单，就是说他家水管坏了哈，这很简单道理。水管坏了，他就问我在设计院在搞设计的，我不知道那个水管怎么弄啊。结果他来一句怎么顶我的？我说那个等会你首先查了水管，看管路怎么走的，有没有漏点？有漏点有水印、水积。如果漏的地方，你把它先围起来，拿个干毛巾把它搭上去，把水吸住，然后再这么查，一步步地查上去。结果他就说的。人家来看了，要把什么瓷砖全部打烂完了来做。我说不需要，你不是专业的，我找的是专业人家去搞这玩意儿的，还可以去做个预算。我说那个有什么做预算呢？那您这么明白，干嘛不上门给他修了？最后他搞不明白吗？第二天我开车过去到他家去，我说这样我来看看，我是水缝的问题下去，在第二年花了12块钱，就买一个堵漏剂。就把缝全部过一道，第二天就不漏了。人家管人要2万块钱做预算。您10几块钱就搞定了哈？但是这挺好的吗？听起来叫那针儿干嘛呀？我找师傅，你觉得这样不对，我就听你的吧。但是就这个听你的，他都要不停的唠叨，不停的说。他的做完了以后，他还是要说，你看嘛，这个事情有怎么，他就喜欢把这个就是翻来覆去的说这些事情，说过去的事，翻来覆去说过去的事。不是，那您表扬他了吗？表扬。我现在我是经常表扬，所以说我们走了这么长的时间，我认为我这个承担的这种就是压抑的这种多一点，能够走到今天，压抑自己。哎呀，这怎么就压抑了呢？肯定压抑嘛，所有的东西就是我认为是这样是可以的，他不行。走吧。就反正都那么压抑了，为什么又不走呢？是为啥？这个事情的话，就是因为我们认识不久，正好遇着我爸生病了，因为他也没事儿嘛，我爸在老家，所以说那个时候从老家接我爸到成都去看病，几乎都是他来往接送的。我在医院里照顾他，他也陪着，守夜陪着，直到我爸去世，对老人的送走。他也就像一个女婿一样的嘛，该尽孝、该跪、该怎么的都完善的做完了。所以在这个事情上的话，我还是觉得挺感激的，感激他。所以说每次我们争吵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他也有优点，特别对我爸的这个事情上面。所以说每次我都让，我觉得缺点是缺点，他也有好的地方。所以说我就忍，一直忍。就他在对待您父亲的这个问题上，所以尽孝的问题上，您觉得他做得非常好。对。如果没有这，可能早分开了，是吧？
可能如果没有这个事情掺杂的话，可能我们真的走不到今天。明白，明白。我再问几个问题啊，你们俩收入谁的收入高？要说我们的退休金的话，他可能稍微比我高一点。双方都各自有属于自己名下的房子吗？都有。有啊，就说明经济上面都是独立的，是吧？经济都是独立的啊。双方都应该有子女，对吧？对，都有。子女对这个婚姻怎么看呀？就是对你们这段关系。对。您家的不反对？不反对。您家的反对吗？都不管，也不反对，只要你们高兴就行。那不是挺好吗？对。想过结婚吗？最早还是想过，后来打住了。为啥？就是因为这么吵，打住了的。最初也是他觉得我们可以在一起嘛。但是因为我们一开始相处的话，我这个人比较理性嘛。所以说我觉得他的那个就是一种自己感觉的一个不安全感嘛。就说老是这样疑神疑鬼的话，如果我们真正扯了证，大家在一起的话，以后如果有什么的话更麻烦。我自己没有提出来过，我从来没有提出来过。他说过的话，我就说我们就这样，现在大家相处吧，处一下，再看吧。所以您的态度是，我们这么过着就行，不领证，是这意思吗？应该我有这个想法。对。您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呢？就是说我们这么吵，还不如分开，分开。我们还是做好朋友，有什么事可以互相求，人嘛可以做友谊嘛，为啥非要在一起吵吵闹闹呢？所以您的态度，我这么听起来是要分手啊？对，有点儿。那您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说，要到这个场合跟他说呢？我一直得给他说。那您为什么不想分呢？这么压抑？我听大哥这意思就是，我早就想分了，你老是这么，您为什么不分呢？其实。我离家，我离开家里，就是我们俩吵架，我走，我是已经是分分合合走了很多次了。每一次走了以后的话，他又来联系的话，好像又把那些事情忘掉了。他来联系我那个时候又看到，他有些时候挺大男孩的那种感觉，就说很无辜的那种感觉。所以说心一软，我们又在一起，因为我老是迁就他，有时候我就把他当成小孩。所以说有时候我就说，哎呀，他也简单，他也有善良的一面啊。我们那次走得挺远的嘛，我出去了差不多1个月回来，最后我到了峨眉，他问我到哪里，我到了峨眉，发个位置，他马上就开车过来。那个时候我当时已经下决心回来，我们就不在一起了。他来接我，又我的同学很多嘛，又在那个地方数落我、斗争我。最后的话回来，我们同学也劝我嘛。他在别人的面前，他是一个双重性格，对外人是非常非常的友善。但是当我们在家里的时候，他就可能把他热性的一面就暴露出来。当然，我想这个也是对最亲近的人，他可能愿意发泄自己的一些东西。所以说在这个上面，我也理解他。所以我们保持到现在，老是这样拖，也是这个原因。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？如果做普通朋友的话，他是一个热心肠，对人很宽容，对，善解人意，对。但是如果是做他的女朋友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他比较苛刻，是吧？做事比较挑剔，要求比较严格，对，是可以这么理解吗？对。这个您承认吗？我承认主持人说这个。因为我在工作上呢也是比较这样的。好。所以说我这听明白，就是做你女朋友就挺辛苦的，是吧？也是，我也觉得做我朋友还挺辛苦的。听懂了啊，这个挺有意思的啊。都说年轻人的恋爱这个起起伏伏啊，其实谁说的？人这岁数，把年轻人该谈恋爱那点作、那点折腾、那点矫情，在你们的恋爱里，我们可全都看到。对啊。咱今天说个实话啊，说句实话啊，您是想分还是想和？您是想让我们帮你们往前推一步，还是说彻底给你们拆散伙？您说，别抱怨，跟面子没关系啊，幸福属于自己的。我是这样想的，他对我也觉得好像他也感到压抑，我觉得他又觉得他太吵人了，而且总是不搭杠，我俩一思维啊或者说话总是不搭杠，还不如分了好。好，往分里走。您呢？可以。啊？可以。这不需要他们了，这哪还需要他们呀？咱今天节目录制就到这儿吧。谢谢2位，你们回去就把手分了吧，是吧？这种话你们在现实生活里估计也老说吧？对吧？对。说完之后又分不掉吧？这个人说我们家漏水了，哎呀，那个人就跑到上面给人修水管了。那个人说，哎呀。就这样吧，
好多天不见了吧？有人贱嗖嗖的开着车又去找。哎呀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这都是你们俩真实上演的吧？真实的。想分分不掉，在一起又难受。这可咋办？这是今天人家来的核心目的。能不能让我们别作了，别闹了？要不然我们踏踏实实的过日子，要不然让我们忘记彼此。这是今天来的核心吧？哎呀，绕了半天我才弄清楚，难题呀，交给4位老师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博宏兄，短短的这样的一个交谈，我也能够感受到，大哥，他非常的顶真、较真、认真、严谨、严格，甚至有点严厉。如果这样的一些品行放在工作上或者其他方面，这是优点优势。但如果放到家里，一定鸡飞狗跳，鸡犬不宁。家是一个讲情的地方，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。如果家里的琐碎的生活小事都顶真的话，没有一个家庭能过得下去的，都散了，都分了。另外，我们对自己选择爱的人，我们在选的时候睁大2只眼睛，到了家里要睁一眼闭一眼。我在家里大哥就是这么做的，否则我也离10次20次了。所以我今天只想把道理和你们说清楚，做何选择你们自己定。大哥你说对不对？谢谢博宏兄，给我一种感觉哈，你觉得其实你女朋友，第一不理解你，第二不懂你，有这点儿，就是。其实我感觉啊，我不太觉得你们互相爱有多深，因为您的性格，您就是一个好人，您有很多的好朋友，甚至有很多的异性的好朋友。很多事情您是出于自己对自己的要求，比如说我作为他的男朋友，那个叔叔生了重病，我就应该这是我的责任，但这并不代表着你多爱他。女生也是，这大姐啊，其实你在进入到这段感情当中，你有一个错觉，哇，这个人对我的父亲这么好，这是一个好人，没错，但他究竟对您有多么好，未见得，因为就是这些小事儿上较劲。一个是他想让您理解他，说不清楚，您不能去听他说理解他的感动，共情，换位思考，你们2个人都做不到。所以我的建议啊，跟于老师不太一样，我倒建议你们拉远距离，做做好朋友，再相处，你感受，到底他是适合一个好朋友呢，还是适合一个未来的好伴侣？哪个更舒服，你就选择哪个方向去走。我觉得你们应该冷静一下。这是我的意见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曹老师，我觉得这会儿啊，2位才有点进状态，像来咱们这节目了。就一上来呀，包括这个叙述2个人这个相识的过程的时候，2人全部都面带微笑，就好像在给我们大伙儿分享一个2个人非常好的一个恋爱经历似的。然后呢，说的那些争吵啊、争执啊，还有2个人较真儿那个啊，我倒觉得2位倒挺享受这个过程的。你说你们俩不强势吧？有的时候这较起真儿来还挺要命。你说强势吧，2人还能互相说，你看我那回让你了，我这回我也让你了。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，可能如果你们子女都没有反对的话，可能在子女的视角里边，就是你们俩这吵吵闹闹，反而会让日子过得更热乎。所以我觉得可以再试一试，再感受感受。其实有的时候争吵不见得是坏事儿，只不过就是适当的要妥协一点点，互相理解一下。啊，我结束。好，谢谢曹老师。来，山大老师。分不开啊，不是因为留恋或者离不开，是因为还没找到下家。就是很简单的原因，为什么2个人每次吵完架以后，这个一打电话，然后那个就来了，就是因为你们2个人生活太无聊了嘛，就只有对方目前，可能别的人也有出现的，但是没有这么合适的。对于男士而言啊，对于女士而言呢，其实说到了刚才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在爸爸生病的时候，他对于您父亲的照顾
你们是一路走来的夫妻，那到这个时候，我会告诉你们，这就是你们生活的样子。你们可能不这么吵，反而过不下去了。但你们是仅在一起3年的情侣。如果我作为你们的子女的话，我会认认真真劝你们，你们找一个能让自己耳根子清净，能让自己心情好，能和自己聊得来、说得来的，能每天开开心心的一个人在一起，才不辜负晚年的生活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莎娜老师。嘿，我觉得你们俩特别不合适，因为在这段关系里面，中老年婚姻在这种关系里面，你们没有互相的需求性。什么叫没有彼此的需求性？如果您现在没房子，如果您现在的收入很低，如果您还在闺女那儿寄人篱下，您要碰到这么一老头儿，他说的那些您都全忍了，一定忍了。这不就是在家里谁说话有发言权的问题吗？我不需要，我有地方住，我没有寄人篱下呀。就是在整个的层面上面，双方彼此人格和物质条件都非常完整，他不需要有依赖。说白了，人家老头对您有什么需求？没啥需求。您对老头有什么需求？没啥需求。这俩人才能杠在一起。为什么送走您父亲那段你感受很好？因为你是真需要有一个男人去帮你做这个事儿，你被关照了。不信你问大哥，大哥也觉得那段时间跟你相处他很开心，我照顾了这个人，依赖我，依靠我，我的需求得到了满足。所以不就是这个吗？好简单，分开圈子也分开，在一起，是吧？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嘛，挑一主事的，要合就来一主事的，说完就听就完了，没啥，就这么简单。那就看谁对这段感情更重，谁做让步的事儿，对不对，大哥？是吧？你说有个啥呀？要我根本都不问那个什么，我还跟你抬杠过不过桥贷这那的。哎呦，卖房子，好，弄去呗，对吧？水坏了还找什么师傅啊？哎呀，我家漏水了，快来给我看看吧。完了吗？都不会吗？鱼，哎呀，这个鱼到底怎么做才好吃？你爱吃哪一口？你教我怎么做吧。他自己就做了吗？这不是人家不就要这样一个老伴儿？我说的对吧，大哥？对。好，那你们自己看吧。以你们的人生智慧，我觉得没问题，对吧？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，真情60年。坚决一点吧，谢谢两位，请回，谢谢你们。来预测，这个可难预测，红旭，我告诉你，这太难预测了。我认为这个很好预测，两个人分手已经成为注定，但心中突然感觉到还是有点失落和遗憾。双不出，来曲总。双不出，双不出，我听出两个人都是临别的赠言。曹老师被惊到了，我也听出来是临别赠言了啊，我也知道肯定是双不出了啊，我来双出，好，还是固执的认为他们在一起是吧？不是，觉得他们俩人还是就是话里话外有些小的地方，还是给人一种俩人就还勾着呢，还有那就其实表面上我也能想到，可能是俩人这个问题，要不然不可能俩人同时要求来这儿。同时都觉得分的面大，留下的面小，但是我还是说俩人能好双出来。莎娜老师，我也觉得会双出，就是因为他们现在就世界太空虚了，突然一分开，肯定还是分不开。所以有一个吵的人，总比自己一个人空虚寂寞冷来的要舒服一点。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。挺好，词儿要补充是吧？说完美啊，完美，你这不对呀、啊！你们说相声都这样吗？就是先说啊，我知道虽然他们是双不出，但是他们双出，
出来了，他对了，你看。不是我说我知道，是因为我听出来俩人这话头了，但是我内心当中还是盼着。你期待他们这一段能好？哎，对，明白了。因为我发现都是争吵的问题。那为什么那个没出来，您又说完美呢？这二位说的对啊，完美。好，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。广电5G192全新号段，全新体验，让爱相连。再一次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容美好，更未来，天津卫视。